北京3日游怎么玩？不踩坑又有性价比的吃喝玩乐路线，推荐给大家。好的，朋友们，我是晚上9点多的上海动车2等卧铺出发，第二天早上9点多到北京，票价是500多，感觉动车卧铺比绿皮车卧铺还是要高级不少啊，基本上和睡宾馆差不多。早上9点半到达北京，北京现在是零下5度和上海差了10度但是感觉不是很冷可能是因为我加了一条秋裤，加了2件秋衣，身上还披着围巾的关系大家好，我是王车库刚来到北京北京给我一种感觉呢，它虽然没有上海这么的繁华，但是呢更保留了生活上的原汁原味和一种古城的感觉。故宫，世界上最伟大最震撼的一个地方，明清24任皇帝曾经在这居住过。那么我来北京呢，最想来的也就是故宫了，因为我特别喜欢清朝的历史。由于过于喜欢前面一进午门的时候我发现身体由内而外的发生了一种共鸣的颤动毕竟现场看和在书上还有电视剧上看还是不一样的，实在是太震撼了。炸酱面味道很不错，面条很 Q 弹，这个豆汁呢比想象中要好喝，没有这么难喝，胶圈呢酥酥脆脆的。恭王府这里是清朝大贪官和珅的家，用最经典的一句话概括恭王府就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这栋楼厉害了是当年和珅藏了很多宝物的地方，包括还有很多金银财宝都是藏在里面。恭王府好就好在它是不用提前预约的门票40块，这个票当天买当天就可以进来玩好，到北京著名的牛街来品尝一下清真美食一条街。它这个虽然是电烤了，但是还是好香桂花芝麻糕，这边都是你看包子也有，涮羊肉也有。这个是羊肉包2块5一个，牛肉大葱也是2块5，味道都很不错这个也是特色爱窝窝。最后再来一碗辣条子。好，先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应该顺便能看到天安门。好的，朋友们，排队加上安检总共是半个小时总算是进来了。建议大家如果来国博的话，还是要早点来，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要提醒大家要提前预约，你当天的话是进不来的。门票呢是免费的，地铁坐到天安门东站C号口出来就能到达。B1层的古代中国展厅还是最受欢迎的，毕竟国博的10大镇馆之宝就在这边。这个有意思相当于是古代的保险箱。整个博物馆唯一一个需要排队看的孝端皇后凤冠。好的，朋友们，逛了一上午饿得我前胸贴后背来到护国寺吃个中饭我日思夜想的夹肉烧饼、老北京爆肚，还有豌豆黄冰淇淋，一共是69块。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很有名的后海。小时候以为后海是一个海，现在一看其实就是一条小湖。后海这里酒吧很多，晚上还是蛮嗨的。后海继续向前呢，这边就是什刹海公园，也是免费的，里面有个火德真君庙。什刹海就很不错里面是可以通自行车的，我骑辆共享单车，轻轻松松的就能兜一圈。这边也是有很多的小吃什刹海出来，这边还有一个北海公园，这边也是现存的中国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这边普通门票是5块钱，但如果里面这些景点你都要进去玩的话，那通票就是15块一张。这边有个郭沫若故居，门票是20元蛮冷清的，里面没什么人。郭沫若呢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人物看一下这是郭沫若的卧室。好了，现在来到了北京著名的老胡同之一帽儿胡同，然后这个胡同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现在也是显得有点凄凉看一下末代皇后最后居住过的地方，现在也真的是残破不堪然后这个胡同里面另外一处有名的就是这个四合院也是冯巩的太爷爷冯国璋的故居。烟袋斜街也是老北京一条比较古老的商业街还是有那么一点建筑上的特色好，朋友们，现在来到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也是北京一条著名的商业街这里就有点类似于上海的南京路反正什么店都有。北京特色门钉肉饼，再配一个红枣豆浆吃一下。王府井再来兜一圈有点像上海的南京路，但是呢没上海南京路热闹。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北京市百货大楼。又到开心的吃饭时间了，北京特色卤煮、羊肉大串加一个北冰洋。第3天早饭吃个炒肝还有这个3鲜猪肉包子，这个炒肝脏气味十足太地道了。老北京宫廷奶酪。好，现在来到圆明园圆明园也是清朝很多代皇帝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但是因为1860年的时候呢被英军烧毁过，所以现在大部分剩下的也就是遗址了。圆明园前后花了150年才建造而成，但是被英军摧毁呢仅仅只花了5天，所以圆明园到现在一直没有修复重建呢，也是因为它留在现在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勿忘国耻。吃点北京菜这个是懒蓉，然后小吊梨汤和乾隆白菜。
颐和园里面的仁寿殿也是当年慈禧太后给傀儡光绪皇帝垂帘听政的地方啊。颐和园里面的玉兰堂也是当年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圈禁在这边啊，整整是关了10年。颐和园里面的昆明湖也是当年慈禧太后喜欢站在这里看风景的一个地方。前面这个拱门就是慈禧坐好船上岸的地方。颐和园里面世界上最有名的长廊，全长728米，长廊上面有着上千幅画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